在我离开国家公园之后，也就是开始了我在加斯佩半岛北岸的旅行。在北岸旅行的第一站，就停留在了号称加拿大最高的灯塔，就是这座灯塔。这座灯塔号称是加拿大灯塔中最高的一座，不过可能是因为季节性的原因，现在是关闭了，也就在远处看一看。这是灯塔周边的一些景色，这都属于圣劳伦斯海湾。现在我来到了一个小村庄，叫做 River Renard。这个小村庄的人呢，就是以打鱼为主，因为这个地方呢是劳伦斯河的入海口与劳伦斯海湾的交界处。前面呢就是渔民的渔港，这个也是一个渔港，这里也是渔民的一个港口。从这出去就是圣劳伦斯海湾，从这出去就是大西洋的一部分，圣劳伦斯海湾。在这里有很多介绍，这里的渔民在很早之前是如何捕鱼，如何储存打捞上的鱼。这个小村庄呢，也是有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教堂，就是这个天主教的教堂，非常的漂亮。它这是依着圣劳伦斯海湾兴建，前面就是圣劳伦斯海湾，后面就是山。现在是漫山的红叶，非常的漂亮，景色非常的美。这个村庄呢，是有人居住，是在1835年，也就是在19世纪初，人们开始在这里居住，打鱼为生。现在天已经快黑了，我也要去找过夜的地方。现在呢，天黑得非常早了，不到6点天就黑了。走到半路呢，就看到天黑之后，就找了一个地方就休息了。这个地方比较小，只能停3到4辆车。这是这附近的风景。这个村子呢是一个法语的名字，具体的怎么念呢也不太清楚。加斯佩半岛的北岸是位于圣劳伦斯海湾的南岸，这里村庄、小镇、城市密集，在将近300公里的范围内，有森林、峭壁、海滩。在河谷的平地，人们依水而居，这里的人们大多以打鱼、伐木、接待游客为生。在大一些的村镇，有水产品的处理工厂。在城市也有一些造纸和纸浆的产业。由于圣劳伦斯河和圣劳伦斯海湾的影响，这里的风比较大，风力发电也为这一带提供了最大的就业机会。这里的旅游除了自然风光，还有就是钓鱼了，因为这里有丰富的鱼类种类，每年吸引着众多的垂钓爱好者前来钓鱼。轮渡也是这里的一个特色，有几个城市小镇有轮渡连接圣劳伦斯海湾两岸的人们的交流和往来。由于进入10月份以后，很多的旅游项目都停止了，加上连日来的阴雨天，使得在魁北克加斯佩半岛的北部的行程打了折扣。
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下次见。